今天这个局，智商160以下的人看都看不懂，160以上的人就算看得懂也破不了。这个局被后人称作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阳谋，而且古往今来只完美演绎过一次，后面的朝代也出过不少牛人，但很少有人敢再用。这就是脍炙人口的推恩令。关于推恩令，世人只知道是汉武帝用来削藩的，但是这个削藩的操作和其他历代都不同，没有动用一兵一卒，简直是跟神一样，所以大家也把它定义为阳谋。但是一个真正的阳谋却往往并不是你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的，技巧、机缘、布局，众多关键的节点少一环，这个局都不能称之为完美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推恩令到底为什么这么牛逼。那么我们直接开局。你们知道当时的刘邦推翻暴秦建立汉朝其实是带着兄弟们一起干的，所以当了皇帝之后就得给兄弟们有个交代，所以都给封了地封了王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帮各种的王啊就觉得老子又有地又有钱又有部队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所以拥兵自重藩镇割据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。后面果然也就发生了七国之乱。虽然这个事情很快就被平息了，但是诸侯太强就会不受控制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朝代都会出现削藩的原因。那么很多人会说，削藩那还不简单吗？把兵权给收回来，或者压个什么质子过来不就行了吗？如果这件事这么好解决，《鹿鼎记》里面的韦小宝、吴三桂的故事也就不用演了。那么还有人会说，为什么不直接用武力去镇压？确实，康熙当时就是这么做的。但是我们的汉武帝之所以牛逼，也就牛逼在这儿，哪怕是智勇双全如康熙，熟读了《资治通鉴》，也完全不敢用这一招。所以很多时候道理谁都懂，技巧也都会，但是当着所有人的面来布置个天局，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往里面跳，这他妈就跟你跟别人打斗地主一上来就明牌一样，可不是这么简单的。那么对于当时的汉武帝来说，削藩得考虑几个问题。第一，面子上得过得去吧，不能给世人留下什么道德上的把柄，被人说成是过河拆桥或者是兔死狗烹，这种词太难听了。第二，得让各个藩王心甘情愿的领命，用权力强逼或者用钱砸都不是上上之选。第三，还得维持社会和谐吧，万一搞得太过激烈，诸王又再次联合起来起兵造反，那就不仅没有解决问题，自己还有被推翻的风险。第四，当时的汉朝内有藩王割据，外有匈奴作乱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朝廷是不能用兵的。所以这么多的框框架架，又要面子又要里子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那如果你是汉武帝，这件事又必须做，你会怎么办？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事情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不如定下心来好好想一想，藩王割据给朝廷带来危害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？是因为占山为王，权力太过集中，拥兵自重，并且损之厌恶，对吧？简单来说，藩王从高祖帝那里接过封地，世世代代都可以传承，这块地和朝廷有什么关系？别人说白了就是这块地的皇帝好吗？而且没有意外的话，千万年都不会变。别人进个京朝个拜，也只是给你汉朝的皇帝面子而已。等哪一天实力大了，这么高度集权的组织结构，他只要振臂一呼，说反那还不是就反了？所以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的权力搞分散，这才是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封地和爵位都是继承制，而嫡长子是当时唯一的法定继承人，其他所有的子女，爵位也好，封地也罢，跟你都没什么关系。所以也正是因为继承的唯一性，也保证了权力移交的唯一性。那么如果想把权力搞分散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你开始考虑这个题眼了，那么你离破局也就不远了。这个时候推恩令应运而生。其实推恩令的内容很简单，就是诸侯王除了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之外，其他的子弟也可以分地和享受爵位，具体给什么爵位由皇帝来封。各个藩王不是都要封地封王保住自己的人才地吗？可以，朝廷认可，东西全部给你，而且怕你们一个人嗨不过瘾，干脆让你们全家都有钱有权，让全家人一起嗨，这还不皇恩厚道吗？所以这个局到底妙在哪里？皇帝空口白牙一张，自己啥都不用出，封个爵位也就是抬个手盖个章的事儿，分的是你们家自己的财产，搞得鸡飞狗跳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第二，如果你足够聪明，看透了事情的本质是吧？你就想一脉单传是吧？但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条件可不允许，你只要家里的子嗣多，就由不得你不分。别人的爸爸都分了，你为什么不分？你不爱我，这种继续传播下去，你们家能坚持几代人？第三，我这么好的政策给到你，你凭什么要反抗朝廷？我都允许你把你们家的地和权利给你们家的其他子嗣了，你还要烦我干什么？你如果不想给，那你爱给不给？你要不给，你得跟你家那些宝贝儿子和小戚交代清楚就可以了，关我皇帝没什么事吧。第四，这里面最受伤害的无非就是嫡长子嘛。但是嫡长子闹得再凶，你还得问问你爸怎么想。
有些方文忍受自己的嫡长子是傻叉人的已经受不了了，这个政策看起来反而是一种解脱。而其他那些聪明的嫡长子，你又能怎么办呢？和皇帝刚还是和兄弟刚呢？还是深深一起吧。最后也是最关键的，渴望得到，害怕失去，贪婪、仇富、见利忘义，这是人的本性。平时吃糠喝汤大家都没问题，但是现在有肉吃了，而且人人都有机会吃到肉，那可不就不患贫而患不均，一家人蜂拥而上了吗？如此一来，利用好人性，汉武帝的削藩计划自然而然就达到了。不费一兵一卒就削弱对方的势力，别人还得叩头来谢你，这才是真正的阳谋啊！故事是说完了，我又突然想起当代的一个例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新婚姻法规定，非婚生的子女和结婚生的子女一样，都享有继承权。也就是说，小三熬一熬也是能熬出头的。你们说这又是一个什么局？底层逻辑又是什么？搞到底又是在搞谁呢？欢迎评论区里留言。